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新剧《杀青》，惊现神设定，两个自己联手报复渣男。陈浩森坦言拍完戏差点抑郁。随着新剧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正式杀青，迪丽热巴再次站上了舆论与期待的中心。这一次引发热议的并不仅仅是她的流量与人气，而是这部作品本身所展现出的野心与突破。一个极具实验性的设定，一人分饰两角的高难度挑战，以及对女性处境与心理裂变的深度书写，都让这部仅有6集的短剧提前具备了现象级的讨论基础。据剧组透露，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2个同名却不同命的女性角色：精英作家魏兰与长期遭受家暴的家庭主妇魏兰。表面上看，这是2个身份，2条人生轨迹，但在叙事层面，它更像是同一个女性在不同选择与环境下的2种可能性投射。也正因如此，这并不是简单的换装是双角色，而是一场从身体到心理，从习惯到潜意识的全面重塑。拍摄期间，迪丽热巴对角色的投入程度几乎到了自我剥离的状态。片场工作人员形容，她的角色切换快到令人恍惚，前一秒还是踩着高跟鞋，步距精准，语气冷静克制的都市精英，下一秒就能迅速进入含胸、低头、呼吸微颤的家暴受害者状态。他甚至为2个角色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进食节奏、坐姿和用手习惯，让身体先于情绪进入角色。这种极端的切换对对手演员同样是一种考验。陈浩森在剧中饰演表面深情，实则暴力的丈夫，需要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呈现出温柔与恐怖的双重面貌。他在杀青后的采访中坦言，这个角色让自己一度情绪失衡，甚至产生明显的心理压迫感。有一场戏中，他需要对着妻子深情告白，却因为迪丽热巴瞬间变化的气场频频出戏，最终连续 NG 20多次，直到导演喊停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角色牵着情绪走了很久。而真正让人惊叹的是迪丽热巴对细节的执念。她为2个魏兰设计了极具象征意义的道具。精英作家左手佩戴戒指，象征理性、秩序与自我掌控；家庭主妇右手系着一根褪色的红绳，代表婚姻、责任与束缚。杀青当天，她甚至忘记摘下这些标志性物件，直接带着参加庆功宴，让不少人当场愣住，也成为剧组内部津津乐道的名场面。为了更贴近家暴受害者的真实状态，迪丽热巴并没有停留在表演层面的模仿，而是主动去了解真实案例，观察长期受暴女性的行为与心理反应，并学习单亲妈妈的生活技能。有一场被推倒在地的戏，拍完后她才发现膝盖末破出血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喊停，只是简单处理后继续拍摄。在她看来，身体留下的痕迹会反过来帮助情绪更真实地沉淀下来。拍摄期间，剧组在福建取景，恰逢台风天气，拍摄计划多次被迫调整。但迪丽热巴始终保持着高度稳定的状态，甚至在等戏时向工作人员讲解如何分辨她当下正在演哪一个魏兰，不用看造型，看呼吸就知道。精英魏兰呼吸短促有力，主妇魏兰的呼吸会拖着尾音，带着不安。除核心人物之外，配角阵容同样为剧情提供了丰富层次。常华森饰演的95后富二代，对魏兰一见钟情，却多次认错人，把家暴主妇误认成精英作家，制造出大量戏剧张力与情绪错位。路透中，他骑着自行车载着迪丽热巴穿行菜市场的画面，也被观众解读为一种逃离现实的可能性。
严屹宽则饰演出版社主编，是精英作家的暧昧对象。他需要在两个蔚蓝之间周旋，既保持理性又暗藏情感。严屹宽本人也笑称，这是一部连演员自己都会被绕进去的戏，因为情绪线与身份线始终在不断交错。叶童与朱茵的客串更为整部剧增添了厚度，尤其是叶童饰演的神秘导师，一句每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却忘了经营自己的日子，被认为是全剧的精神内核。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，这场戏拍完后，现场一度陷入沉默，许多人情绪被深深触动。在制作层面，剧组对双重人生的视觉呈现同样极为克制而精准。精英作家始终身处冷色调空间，衣着利落，设备先进。家庭主妇则被困在暖色却陈旧的环境中，就医、劣屏手机与狭窄空间不断强化她的压迫感。即便不看台词，仅凭画面也能清晰感知两个世界的差异。最具挑战性的一场戏是两个蔚蓝首次同框对视。为了完成这一场戏，迪丽热巴在1天之内反复换装、改装、切换状态，体力与精神都被推到极限，累到坐着都能短暂入睡。但当成片在监视器中呈现时，连剧组成员都难以分辨哪个才是真实的蔚蓝。导演是一位长期关注女性议题的女性创作者，此次采用双螺旋叙事结构，前3集平行铺陈2条人生线索，后期逐渐交织，互相侵入，到第5集时，观众的认知将被彻底打乱。这种叙事方式在国产剧中极为罕见，也注定伴随着争议与讨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剧虽然只有6集，但每集时长达到45分钟，整体体量接近一部电影。在短剧市场中，如此配置与题材本身就极具冒险性，但从目前释出的杀青物料来看，其影像质感、叙事密度与表演完成度都显示出不俗的野心。对迪丽热巴而言，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或许不仅是一部作品，更是一场自我边界的试探。两个蔚蓝并不只是角色层面的分裂，更像是对女性身份、婚姻选择与自我觉醒的一次正面拆解。当故事真正播出，观众看到的或许不只是2个自己联手反击渣男的爽点设定，而是一段关于女性如何在撕裂中重新确认自我的复杂旅程。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最值得期待的地方。